欢迎回到《寰宇全世界》。现在中东的战火不断的升温，恐怕也会波及外溢到另外一个战场，也就是还没有结束的俄乌战争。那过去几年呢，乌克兰战场的支撑力量几乎是完全来自于这个西方的军援，像防空飞弹、还有长程导弹、战机武器系统呢，都依赖北约以及主要是美国来供应啊，但现在呢，因为中东战事爆发以后呢，大量的防空飞弹跟拦截系统优先开始被调往到波斯湾，甚至呢有消息指出，美国正在考虑把部分的武器从其他战区调往中东。刚才我们特别提到了南韩的萨德啊，就是其中之一啊，有在考虑跟在讨论中。换句话说，当中东的战火升高的时候呢，乌克兰战场的资源可能得面临重新被分配的命运，而各种迹象也显示呢，乌克兰现在的防空系统已经出现压力了。路透社就揭露，像乌军所使用的 F-16战机，他们在这个飞机上面所使用的 AIM-9啊，就这个响尾蛇飞弹啊，已经短缺了好几个礼拜。F-16就是乌军的战机，还因此呢被迫得用机炮跟俄罗斯的军机在空中缠斗。好，那现在俄罗斯方面呢，国内也传出了有声音啊，说认为西方被中东现在的战事所连带牵制跟影响，所以这个时候呢，正好是加大对乌克兰战争的力度的时机。那如果真的是如此的话，大使觉得啊，俄罗斯在军事上面会不会有更大动作的推进？您觉得？我觉得有可能，可是也不尽然，因为事实上的话，现在是川普的一个比较困难的一时刻啊。那你要从普丁的角度上来看呢，俄罗斯的角度上来看的话，其实我一直认为，现在普丁最大的这个政治资产啊，在相关于俄乌战争啊，就是川普本人。哎，你再也找不到一个美国总统啊，全然接受俄罗斯的和谈条件，最佳助攻员，而且帮你一起对这个泽伦斯基施压。川普见到普丁，两个人是有说有笑，见到这个泽伦斯基都板起脸来了。而且过去川普上任1年来，帮了普丁大忙啊。因为武器供应也断绝了，然后向这个乌克兰施压，要乌克兰接受基本上是普丁的条件的一个和谈，一个停战的一个安排。对，所以你还能找得到，就普丁来讲，你还能够找到这么大的一个帮手吗？对，所以现在川普有难的话，他虽然很在乎伊朗的命运，可是呢，用这个时机给川普落井下石的话，那对于俄罗斯从战略上考虑，我认为并不明智。就普丁还需要川普？非常需要，因为川普对这个普丁来讲的话，真的是我认为是天上掉馅饼。那这个馅饼而且是又大又香的，那是很难割舍的，而且川普对欧洲人也不喜欢呐，对不对？那所以就变成就是说，欧洲人现在恨得牙痒痒的。那普丁事实上两面受贿，对欧洲这边也得不到川普的关爱，然后泽伦斯基根本就是被当作这个应该接受俄罗斯的这样子的条件的对待。所以我们照一般的判断说，这个就是你这边吃紧了，那我这边机会就来了。可是我觉得要从拉一个战略的高度来看的话，我觉得这不是对普丁有利的事。对，您讲到泽伦斯基啊，最近泽伦斯基的一番发言啊，也蛮耐人寻味的啊。因为呢，他最近就证实说，美国希望乌克兰协助保护波斯湾盟国免受到这个伊朗无人机的攻击啊，但基辅方面就提出了一个条件，就是呢，用乌克兰生产的廉价无人机拦截器来交换目前各国库存的爱国者防空飞弹。可是现在中东战场，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弹药就是面临吃紧的问题啊，现在最缺的就是爱国者飞弹，不是吗？几位？确实哦，那乌克兰在反无人机这个部分，我承认，它可能是世界上这个最有作战经验。相关反制的战法战术可能最成熟的国家，毕竟我们看俄乌战场，那每天这个激烈的时候，这个俄军都大量动用飞弹结合无人机，对于乌克兰全境，包括乌西的一些重要城市和军事目标实施攻击。而且我们看乌克兰国防部公开的一些数据里面，它对于无人机的反制或击落数量，其实按照它的公报，好像这个击坠率或防御率也相当的高哦。但是这个部分对于周边的波斯湾国家来讲，只能这个补充部分的需求，
反无人机这个部分，你可能有比较好的战法战术，但是实实在在要做到有效防御，其实还是要靠欧美这些防空飞弹、防空武器。也因此这个乌克兰这个盘算虽好，但是对于这个相关国家来讲，可能算一算来讲，你的战术战法再好，结果还是要靠我供应的飞弹。那不可否认的就是随着如果时间这个战事时间加长，而且这个伊朗这种无人机还是持续性的攻击，那对于这个弹药库存，特别是欧美国家的防空飞弹，包括反导飞弹的生产能力相对比较有限，没有办法大量短时间快速增加，因此这样的一个供需挤压的效果，自然而然乌克兰可以分配到的弹高其实更少，自然而然对于乌克兰战场上所谓防空和反导的压力也是与时这个剧增，尤其是俄国在逼你谈判的同时，它可能会施以更大的战场压力，让你在谈判桌上你的筹码更少，你必须要根据他的谈判要求来做一些妥协。因此，这个战局打下去，自然而然，其实有人说这个俄国是这个很大的赢家，我认为也确实如此。而且好整以暇嘛，反正现在就是不大量的推进，就是不大规模的推进，但是就是目前只要是维持盛世、维持优势就好。那刚才提到说，这样听起来、分析起来的话，其实换的几率真的是蛮低的就是无人机的防御器，然后呢来换这个爱国者防空飞弹这样算一算不合算。那现在军事问题以外，还有一个更大的变数，现在大家包括战场内，还有包括呢全球都在担心的一件事情，就是能源因为呢中东局势动荡，使得全球油气的供应再度出现紧张。那原本呢强硬主张禁用石油，就是俄罗斯石油的欧盟呢，现在出现立场松动开始有一些新的动作。英国金融时报就指出，包括欧盟执委会在内呢，最近他们都要求基辅开放现场查验，要证明乌方确实正在努力恢复石油的流动，但是乌克兰方面呢，立刻就以安全理由拒绝。那没想到呢，就看到了匈牙利就立即扣押了乌克兰国家储蓄银行的7名员工，还有这个在银行运输车上的4000万美元、3500万欧元跟9公斤的黄金。于是呢，泽伦斯基呢就改口，赶快表示说，他不愿意重启输油管输送俄罗斯的石油。但有一个前提就是如果欧盟援乌计划因此受到阻碍的话，那这个输油管道呢，可以在1个半月内就恢复运行。而同一时间也看到了，普丁也是放大决，出了一个大招他说用断气，要停止供应这个天然气呢给欧洲来威胁所以现在看到，为了这个能源，大家其实都在想自己的利益。对欧洲来讲说，如果真的断了天然气，那真的就是非常非常的吃紧那各怀鬼胎 ，Russ 怎么看各方的盘算？其实很多事情没有因为美国轰炸伊朗有任何变化，那就是说，川普的立场非常清楚，从早就向泽连斯基施压，要接受几个基本的条件，比如说要接受部分国家领土由俄罗斯继续占领，所以不管怎么样，油价涨或欧洲目前没有什么就是能支援乌克兰，不管是现金或武器，会有生变了。但是有一些基本的事情是没有变，那是在乌俄停止这个战争的最关键国家，并不是欧洲国家，还是美国，对，还是美国。那泽连斯基也知道这件事情，所以虽然乌克兰还没有正式接受美国跟俄罗斯的条件，但你看泽连斯基第一时间就说美国需要什么帮助，我们就愿意提供。因为泽连斯基知道关键也在于美国，关键真的是在于美国，所以欧洲国家他们当然是会考虑他们的能源的需求，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冬天不久之后就会结束了，所以我觉得能源需求就没有那么像冬天一样。我觉得对欧洲国家来说还是有弹性的事。可是断气这种事情非同小可就是说，你觉得欧洲会不会因为普丁现在祭出这个断气的威胁而降低，或甚至有可能会放弃对乌克兰的支持？普丁也不一定会这样做。他现在是先威胁。对，其实对普丁来说一样，
他希望美国可以继续向乌克兰施压，赶快接受条件，因为俄罗斯的立场是，那如果我们真的停战的话，那相关的制裁都要解除了，我们可以继续输出能源到欧洲或其他的国家，而且没有制裁的情况之下，可以继续输出了。所以我觉得普丁目前他的想法是，我也不要太惹怒欧洲国家了，看看美国川普总统向Zelensky 施压能否成功了。所以欧洲支持乌克兰，或欧洲对乌克兰国家，欧洲国家对乌克兰的态度做法等等，我觉得并不是普丁最主要的考量。OK， 所以普丁这么说，其实无非也是希望给欧洲更大的压力哈。但是不管如何，其实从川普的身上呢，大家各国领袖也学到了一件事情，就是面对你的对手，或者说你想要解决的问题的时候，采取一个极限施压，恐怕是一个蛮好的一招。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中美互动牵动全球，美中竞争，地缘争霸，外交、军事、科技、经济，多元观点，权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赛局。每周6日，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